为什么说这种订阅制的消费模式让你越来越穷？因为不是你自己亲手刷卡买的东西就无法对这样的小开支有感觉。这些订阅服务性质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往往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花掉了不少的钱。现在无论你网上用什么样的服务，下载什么样的软件，都有可能每月会被收订阅费。以前想下载个软件，要么是免费，要么是能一次性买断，可以永久使用。现在倒好了，从听音乐、看电影收取每月会员费，到读书、运动、修图，说是免费下载的软件，点进去之后呢，是让你7天、14天免费试用，然后必须绑定付款信息，试用期结束后就自动扣费。等你看了账单的时候，都反应不过来这笔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现在大大小小的软件，好像你不交一点房租就什么也用不了。这种不经意间的隐形消费，会让你的钱偷偷溜走，根本无法控制。今天的话题呢，是想来聊聊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的网上服务和软件都开始收月费和会员费，以及这种每月订阅性服务又是如何让你的钱不知不觉的变得越来越少。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么多平台和服务都转向了收取每月订阅费的模式。其实就是商家想通过订阅制不仅能锁定他们的目标用户，还能长时间持续一定利润。这种模式比一次性买断更加的稳定，也更容易让消费者不经意的花钱。比如每个月的5块99、8块99从你账户里面扣除，最初你觉得这是小钱，你不会在意，但是如果你无法持续使用这个服务或者软件，又或者是你根本对这笔花销没有意识，它就像是个无底洞一样，每个月都会流出去一点。那1年下来后，这种微小的支出就变成了让你无意间陷入消费的陷阱。比如很多人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只是想试用几次的软件，下载完之后就会因为订阅制的模式被迫花钱。我之前做过这期视频是关于如何转换消费冲动的想法，里面就提到了 Aura Ring 这款智能戒指。那最后这件物品就是 Aura Ring 运动戒指。最击退我买它的想法就是每个月的订阅费，它是以健康追踪功能给你提供健康数据的分析。很多人一开始会认为买了戒指就能正常使用，结果发现它的核心功能都被锁住在了每月的订阅服务里面。如果你不订阅呢，这枚戒指的功能就受限无法使用，就是相当于你花了一个大价钱买了个半成品。要是你想用这款智能戒指，就必须要再购买他们每月的订阅服务。再比如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平台，你以为每个月只花几块钱听听歌很划算，但实际上如果你没有持续在使用它，相当于你每个月就在白白的送钱。那类似的例子呢，还可以看到 Amazon Prime 和 Adobe。 那 Amazon Prime 刚推出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加快配送服务，但是现在它的订阅服务范围非常的广阔，包括了各种娱乐服务，只针对于 Prime 会员的购物优惠、阅读服务，甚至是云储存的功能。用户一旦习惯了这些服务呢，想要再次取消订阅似乎就不太可能了，因为他们通过制造出这么一个几乎不可缺少的生态系统，增加用户的粘稠性，从而减少了用户转去其他平台消费的可能。最后呢，就是 Adobe 了。如果学过画画和设计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软件，然而 Adobe 则通过订阅制取代了传统软件的购买模式，让很多设计师在每个月都得支付相对贵一点的费用，才能继续使用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我曾经就是学过平面设计， Adobe 真的是太贵了，我下不了手去买呀。这些订阅服务性质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往往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花掉了不少的钱，每个月几块钱，甚至要是你以每个季度购买，还能多少有点优惠。数额可能听起来不多，一般人也是少喝几杯奶茶的钱都能交得起，但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模式却是最危险的。你就不会太在意这么点小钱的支出，那你脑子呢也是自动化屏蔽了每个月的这笔支出，以至于会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支出在年底结算时，你根本就会想不起来怎么无缘无故花了这么大笔钱，甚至你还会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在线下店里刷过这么一笔数字，你多多少少就会怀疑你的卡是不是被人刷了。但是那笔钱实际上就是每个月的订阅服务费，你每个月的订阅费呢是日积月累之后的钱。最害怕的就是任何自动化扣费模式，因为不是你自己亲手刷卡买的东西就无法对这样的小开支有感觉。像我每个月的信用卡呢是没有设置自动
动扣费，而是我每2个星期会登录上去看自己到底在哪些方面花了钱，这样我心里会对每笔花销都有认知。为什么说这种订阅制的消费模式让你越来越穷？因为它不仅仅是让你对消费失去控制，更是让你对金钱的价值观逐渐麻木。订阅模式呢，以小额固定的自动扣款的方式，让你体会不到消费的真实成本。你可能认为几美元、几十元无关紧要，但随着这些微小的支出逐月累积，你花的钱也越来越多，但你并不真正意识到你自己的钱花去了哪里，因为这些支出已经被隐形化。更可怕的是，这种模式还会让你形成依赖，到最后你会变得不愿意取消订阅，担心错过什么重要的功能升级或者会员优惠，这样子你根本就省不了钱。对于那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往往对生活中的小额支出是不太在意，除了日常所需和每个月的固定开支，比如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等，他们很少会特别为这些小额订阅服务预留一笔钱，尽管他们可以提前存钱来支付下个月的房租，但这些每个月几块钱、10几块钱的订阅费是往往最容易被忽略。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账户里交完这些费用后，没有1分钱省下来。更重要的是，你交完房租和水电费之后，发现没有足够的余额支付这些订阅的费用。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那么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首先要培养自己成为精打细算的聪明消费者。在你决定订阅某个服务之前，先考虑这几个问题：这个需要花钱的订阅服务，我是真的非买不可吗？有没有平替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共用一个家庭账号，这样大家可以平分费用，能减轻每个月需要交的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每月交几块钱订阅 Apple Music 很划算，但是你平时听歌的频率不高，或者是只使用一些免费的听歌软件，这里呢有得必有失。你花钱订阅的服务和软件一定是有它的优势和功能，但是也要取决于你使用它的频率，以及里面覆盖的功能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这个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你花了钱，你觉得它能提供我这些功能，我必须要去用，但是你实际上你根本没有用到它的功能，因为这些功能对你实际生活来说并没有任何的用处。其次呢，就是定期查看那些订阅服务的列表。现在呢，请你将这个视频暂停，去看一下你究竟花了多少钱在这些订阅服务上。如果发现不常用或者是已经用不到的订阅服务，现在就可以立马取消了，好吗？听我的话，现在立刻执行吧。最后呢，就是对于很多软件来说，他们会给你提供免费试用的机会，目的就是想要你订阅之后又忘记取消，只要你超过了试用期的时间，就会开始声无消息自动扣费。要是你决定下载这个软件，开始了他们的免费试用期，一定要设置提醒自己去取消它，以免试用期过后你忘记取消，然后又白白扣了那么多的钱。现在这样的订阅制服务和软件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性，提供更好的功能和内容，但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消费能力，更是要对这些隐形消费，看不到你的钱花在哪里，是怎么花的东西上有个更好的认知。只要你有了更好的认知，才能更好的去控制你日常的开支。这个就是以上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拜拜。